在许多人眼中，新加坡是梦想中的宜居地，它既有稳定安全的社会环境，又有令人羡慕的完善福利制度。尤其是新加坡永久居民身份，也就是 PR， 简直是众多移民的终极目标。有了它，你可以享受高质量的生活、良好的医疗资源，以及退休时的丰厚储备公积金。然而，你有没有想过一种截然不同的选择，放弃 PR 身份，取走公积金，离开新加坡？今天我们就一起探讨，为什么有人会做出这个选择。放弃 PR 后，真的能拿着天价公积金回到邻国养老30年吗？而如果有一天你面临这样的决定，你会怎么选？第一章 ，PR 究竟值不值得放弃？新加坡 PR 的吸引力到底在哪里？首先，有了 PR 身份，你能享受新加坡顶尖的医疗服务和养老制度，尤其是中央公积金。新加坡的社会保障体系核心，它不仅是强制储蓄，还可以在退休后提供长久的经济保障。举个例子 ，PR 和雇主每个月必须按工资总额的规定比例存入账户，这笔资金可以用来支付医疗、购房等，但绝大部分是作为退休储备金冻结起来的。我们可以看到，中长期下来，金额往往非常可观。但与此同时，新加坡也是世界上生活成本最高的国家之一。如果一个人在账户中存了20万新币，这绝对是一笔巨款。可惜的是，这点钱在新加坡的高消费环境里，可能只够支撑几年时间，特别是如果你没有收入来源。所以问题来了，拿着这笔天价公积金离开新加坡，回到一个生活成本更低的国家养老，会不会是一种更聪明的选择呢？第二章，放弃 PR 获取公积金，回国养老够不够？别以为这种选择仅仅是一种假设，事实上，一些新加坡 PR 在年纪大了后，确实选择放弃身份，提取全部回到低成本的邻国养老。大马、泰国甚至越南都是他们首选的目的地。为什么呢？原因主要是3个重要因素。第一，生活成本对比。在新加坡租一套普通2居室，每月至少需要2000到3000新币。如果算上其他日常开销，比如交通和餐饮，一家3口每月开销可能突破5000新币。而在泰国、马来西亚这种生活成本相对较低的国家，租一套不错的房子，一个月可能仅需要400到600新币。那么加上医疗、餐饮等其他支出，这样的差距会影响什么？答案是这样一笔钱能让你在这些国家生活得更长久。第二就是货币购买力。新加坡币的强势汇率也是他们选择回邻国的重要支撑。比如你的月开支折合新币只需1000元，换成人民币或泰铢，能享受非常体面的生活。第三，灵活支配的大额资金。最后也是最让人心动的一点，公积金一旦取出后，可直接转为现金，这意味着资金的用途完全由你自己决定。你可以在养老的同时补贴家人，用这些钱为自己营造一份经济上的安全感。第三章，如何放弃 PR 提取公积金。那么如果你已经做出选择，如何正式告别新加坡 PR 并顺利领取你的公积金呢？整个流程其实并不复杂，主要分为3个关键步骤。第一步，结清税务。任何放弃 PR 的人在注销身份之前，必须确保个人税务全部缴清，缺了这一步，即便公积金账户里的钱再多，也只能继续冻结。第二步，注销 PR 身份。接下来就是到新加坡移民局亲自递交一份申请声明。第三步，申请公积金提取。拿着移民局出具的文件到公积金局申请提取所有储蓄，这些钱可以通过银行或者支票方式打到个人账户。如果不出意外，大约1个月内，你的公积金就会到账。第4章，放弃 PR 值还是不值？看到这里，问题又回到了原点，放弃新加坡 PR 身份究竟值还是不值？其实答案和你的生活阶段息息相关。对于年轻人来说， PR 意味着更稳定的就业机会、医疗保障，甚至孩子的教育福利，这些都是隐性价值。放弃 PR 可能并不明智，但对于接近退休的人群， PR 的吸引力就可能大大下降。他们更看重的是灵活可支配的资产以及生活成本的可控性。比如已经在邻国有房产或家人的人，放弃 PR 可能是更务实的选择。再谈谈也就是公积金，表面上看它是一笔丰厚的未来财富，但其实在新加坡，它主要用于购房、医疗或基本生活开支，你不能提取出来自由使用，除非你选择离开。相比之下，放弃 PR 的人能够一次性取回这笔所住的钱，变成真正的现金，用它去邻国养老，不仅物价便宜，而且日常压力小，算是一种明智的财务解锁。当然，放弃 PR 不是没有成本，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医疗和福利。新加坡的医疗服务全球闻名，对于 PR 身份来说还有可观的补贴。一旦你放弃 PR， 这些福利和保证将不复存在。如果选择旅居医疗资源较弱的国家，还可能需要扩充保险，这会增加开支。再加上新加坡的养老社区、文化活动和护理支持都并非泰国、大马能够轻松替代的，你需要在生活便利性和资金节约的权衡下做好抉择。最终，放弃 PR 究竟值不值？答案很简单，因人而异。
对于那些希望更轻松、更低成本且更灵活支配资产的退休人群来说，它可能值；而对于依赖医疗、教育和社交网络的人来说，它或许更不值。现在的问题交给你，如果是你，会如何选择？安逸归隐还是坚守城市的高质量生活？在评论区留下你的选择吧，让我知道你的想法。如果你还有其他问题，也欢迎留言，我会尽力解答。别忘了点赞、分享这期视频，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获取更多新加坡移民的深度内容。我们下期见。